母亲意下如何？母亲，我自知这些京中贵妇嘴上最不饶人，他们将你的双腿当作茶余饭后的取笑谈资，更是恶意揣度你当众告发丈夫一事。但也正是因你久居后宅，不愿出门露面，这才给了外人编排胡诌的机会。人言确实可畏，但你何不借此机会，打破那些流言蜚语？你是健全之人，如何了解残缺之人的痛楚啊？这些年来，我顶着赤脚鬼之名，母亲尝过的奚落，我未必没有体会过。母亲，无论日后如何，你终究是要走出这后宅。若有人欺辱，咱们便坦坦荡荡地驳回去；若有人敢放肆，咱们便让那些小人再不敢造次。有女儿陪在你的身边，你不再是一个人了。好，我答应你。起来，那你要答应我一件事。什么？叫那陶嬷嬷赶紧赶出去，罚也罚了，真是鬼哭狼嚎的，叫人心烦。母亲再忍几天，我将她放入监家阁，是向周如茵示威，也是留下一只鱼饵。那应该把它丢在鱼池里，养着。我已经吩咐陈嬷嬷，时刻注意她的动向。若广同院仍不死心，还想生事，便一定会来暗中勾结。大理寺那位怎么也来了？他不是从不参与我们这些宴席吗？怕不是也想来相看个田房夫人吧？走吧。多气派啊！哦，咱俩走，走吧。夫人，慢点。这是何人啊？似乎是当年阮家的那位小姐。哦，诬告自己丈夫的妇人就是她呀！险些害死全家老小性命，还敢出来抛头露面，要是我，羞也羞死。我们受困义南会馆那日，情势危急凶险，我母亲菩萨心肠，不忍眼睁睁看着无辜之人枉送性命，这才不顾自身安危，冒险检举自家罪责，只为拖延时间，为他人换得生机，此乃大义之举，有何可羞愧？海燕，不必与他们争执。是，母亲。这要怎么办？庄夫人，请。
昨夜商议之事，你有几成把握？一用10分力气，只有5成把握。5成？我官身已失，能有5成把握，三小姐还不满意啊？若不能将那位贵人请来，今夜便功亏一篑。我再去打探一番，你见其行事。好。陈嬷嬷，我来吧。好。见过庄夫人。庄夫人行动不便，久居后宅，今夜竟肯露面，可见是多把女儿婚事放在心上，当真是母女情深啊。那是自然。庄家可当真是养了个好女儿，竟肯背诗救家。若换作是旁人，哪家未出阁的女儿敢与男子肌肤相贴？是哦，我说错了，是死人，也算不上男子了。尸身虽然肮脏不洁，可与庄家妹妹这英勇之举相比，女子的清誉又算得了什么呢？这位小姐所言极是，吾有此女，乃庄家之幸。昔日有平阳昭公主为父出征，浴血奋战，又有谢道韫于家族危难之中，率女眷持剑保家。我女如今背诗救家，不过是一件小事，不必过分夸赞于她。听闻庄家妹妹文采斐然，乃女中诸葛，不知是否虚言？今日咱们正好一起来猜猜灯谜，如何？自当奉陪。商周有，秦汉无，唐朝有，宋朝无，打一字。谜底为口字。看来这哄小孩的玩意儿是难不倒三小姐了。天作丝丝道难行，含泪挥手送君行。打一鸟鸣。取支笔来。庄妹妹，谜底是鸟鸣，你这4字恐怕对不上吧？谜底是陆琴，对不对？可有什么说法？别是胡乱撞上猜对的。麻烦将灯谜字条给诸位看一眼。若我没猜错，你方才念题之时，怕是漏了谜格为题吧？古人猜谜，自《左传》时便有记载，后兴盛于民间。字谜由谜面、谜底和谜格3者组成。所谓谜格，就如同词牌名，不同的谜格有不同的规定。曹娥格出自广陵18格，是最古老的制谜格式。曹娥格规定，谜底为2字或4字，每个字须由左右或上下拆分为2个字，才能扣合谜面。所以，雨露人离，是为陆琴。三小姐不仅文艺皆通，连字谜来源都能说出，果然出众。失礼了。多谢。李小姐，还猜吗？自然要继续，请庄妹妹为我们开开眼界。请。我自当是看错了，庄家那位瘸腿主母，今夜竟然露面了。你是说阮希文？可不就是她？
他看起来如何？只怕也是岁月催人老了吧？这脸上长了皱纹褶子没有？头发可有生白？还是那般一步也走不了吗？您去瞧瞧不就知道了。谁带了胭脂来了？真漂亮。是。母亲，这道字谜简单，怕是难不住庄妹妹。柴火棍靠着扁担走，打一4字俗语。庄妹妹方才言之凿凿，怎么连这逗趣的字谜都猜不出来了？一瘸一拐可对。既如此，我也请诸位猜一灯谜，欲认字形当从头，谜底2个字。怎么？你们都不知道？我不知。庄雨山，你也不知？我从未听过这字谜。欲认字形当从头，小人是也。我身体残缺多年，亦引以为耻，羞于见人。但今夜之事，才让我明白，真正残缺之人并非是我。我们一个个好手好脚，何来残缺？这世间，多的是魑魅魍魉、牛鬼蛇神，披着一张人皮便四处作乱。但只要一开口说话，便藏不住那满嘴的腐臭之味。你敢骂我？我父亲乃当朝宰相，你不要命了？我并未指名道姓，怎么这位宰相小姐倒上赶着自认来了？姐姐莫要动怒，我只劝您一句。咱们后宅女子结交朋友，与男子行军打仗并无分别。无论平日如何称兄道弟，若是上阵杀敌之时，却只怂恿你一人打头阵，怕只是将你当作那挡箭的盾牌，祭旗的冤鬼罢了。姐姐莫要受人挑唆。妹妹及笄之日，姐姐似乎还来送过贺礼。今日受邀来这上元登宴，想必也是姐姐送的信函。我们平日并无仇怨，今日又何必翻脸？不如趁此机会结交为友，之后若有用得着的地方，您尽管开口。韩燕不敢自夸聪慧，但绝非是个只会躲在人后阴险算计，却将姐姐推出去得罪人的蠢物。况且相府事大，您更得警惕着些。莫要遭那些狗仗人势的鼠辈利用，让您四处树敌，他却只做好人。你说的确实也有几分道理。冤家宜解不宜结，韩燕自幼长于乡野之地，不懂京中规矩。若是方才有冲撞之处，还请姐姐海涵。若您不嫌弃，能指点一二，便再好不过了。韩燕妹妹客气了。咱俩也算不打不相识，是我受了奸人挑唆，这才一时糊涂。你别往心里去。自然不会。佳琪姐姐，你还有何事？哟，这不是阮家姐姐吗？许久不见呐！都这个年纪了，那还有什么姐姐妹妹的？谭夫人，您怎么还新擦了脂粉？
你怎么竟跟一群小辈在此厮混呢？我们当年的闺中密友都在大厅呢，不过去拒绝？梅园诗会已备好，请诸位公子小姐前去赴宴。寒烟妹妹，那我们也一起过去。家母行动不便，我自当侍奉左右。姐姐先去吧。这位便是你家三小姐吧？今夜上元节，你不去相看夫君，难不成要和我们一群老妈子去吃茶呀？去吧，有陈嬷嬷陪着呢。也好。那我们走。那我们也过去吧，今夜可得好好叙叙旧。当初你还待嫁闺中之时，便是京城风头无两的大家闺秀，不仅琴棋书画样样皆通，还碰得一手好茶。不知如今庄夫人的茶技可有生疏？可否为我们再展示一番，好让我们看一看贵女的风采？古人茶道讲究6进3点7忌，6进1为择茶，茶贵新，首选3前摘萃的嫩叶。这是雨后茶，老了。2为择水，山水上，河水中，井水下。若以这井水沏茶，暴殄天物。本朝以井的正白瓷、青花瓷、宜兴紫砂壶为上品，而这些是前朝瓷器，粗大笨拙。看来并非我的技艺生疏，反倒是谭夫人疏于茶道了。啊，庄夫人果然宝刀未老，倒是我调教下人不力，让您见笑了。不如请这位嬷嬷随同我的侍女前去择茶饮水，顺便指点一二。老奴粗鄙，如何懂得茶道？万不敢承谭夫人一句指点。你这老憨货，能得内阁大学士的夫人吩咐，是你的脸面。莫不是你怕这满场下人都伺候不了你家主母？岂敢如此不识抬举？陈嬷嬷去吧，去教教他们。去。庄夫人，请。请。嬷嬷，请入内择茶。这是干什么？把门打开！把门打开！把门打开！开门！庄夫人，请用茶。敬庄夫人。庄夫人，敬你一杯，来。庄夫人，请用茶。敬庄夫人。
梅园不设酒席，诸位小姐可将各自姓名做藏头诗上半句，写于帖上，挂于枝头。各位公子若能以自己姓名做藏头诗，对出下半句，即可共饮一杯。这我会，我肯定能会。你看这，怎么样？我不信。寒潭倒映天水一色，雁北飞去不起涟漪。云烟渺渺，孤舟之影；夕辉漫天，青丝何际。以景写情，倒也对上了。寒雁，云溪。二小姐怎么一身酒气？关你何事？哎，姓何的，是谁挂的？小生不知，只知是方才刚刚挂上。青丝何际，什么意思？自古以来，文人作诗词歌赋，皆好以青丝代替情丝。分析，我今夜就问你一句话：你到底有没有主意之人？有或没有，都不必向二小姐交代吧。这个是你写的吗？是又如何？那你知不知道，我一直爱慕于你。我早已与你明白说过，你这份心意我不能成全。你到底喜欢庄寒雁什么？你可以告诉我，我可以学。只要你以后不要再喜欢他了。二小姐怕是吃醉了酒，还是早点回去歇息吧。我没醉，我说的全都是真心话。我不管你是不是我的姐夫，我也不管旁人说我是不是痴心妄想，只要你肯点头，我便无怨无悔。为二小姐清誉着想，你我不宜在此地长谈，告辞。分析，你总有一天会后悔的。庄夫人，请用茶。来，我敬大家。来，以茶代酒，敬庄夫人守得云开见月明，重登宴席。夜已深，不宜过多饮茶。夫人心意我领了。庄夫人吃了别人那么多盏茶，唯独不吃我这盏，岂非叫人以为你我之间有嫌隙？夫人盛情难却，待我更衣回来，再敬夫人茶。有道是人走茶凉，姐妹们好不容易聚在一起，您要是走了，这场面不就冷下来了？还是留下来比较好。是留下来，不如先请庄夫人更衣回来，再吃茶也不迟。
来，庄夫人，请。庄夫人请。请。三小姐，出事了。照您吩咐，我一直暗中盯着二小姐。只见她托人牵了一匹马，到临江阁后院的马厩之中去了。马？是，不过我瞧着似乎也并无异样。你先暗中盯着他，今夜事关重大，绝不能让他再搅局作乱。是。母亲，怎么了？无妨，快带我去更衣。好。好没规矩，见了长辈也不请安问好，这便是庄家的女儿？难道我还要向你赔罪不成？你这丫头，怎敢如此与长辈说话？你若敬我母亲，我便敬你为长辈。若你不敬我母亲，我又何必敬你这般笑里藏刀、阴险毒辣的东西？哎呦，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呢。听说这位三小姐啊，是在儋州长大，行事野蛮出格。今年一男学子之中有传闻，她的一位同乡连耳朵都被她咬了下来。我自是个如毛饮血的女蛮子。若你再敢说风凉话，小心我连你的耳朵也咬来下9十。你瞧瞧，你瞧瞧，这样的女儿，还有哪家敢上门求娶？跪着也轮不到你们谭家，小贱蹄子，滚开！我家主母涵养过人，我家三小姐明辨是非，我这个老婆子却没那么多规矩。你既不做体面人，那我也没什么好顾忌的。就你们这帮贱贼妇，20年前比不上阮家小姐，20年后也比不上庄家夫人。这辈子作恶多端，下辈子托生成个猪狗畜生，也全是咱们的下酒菜。阮希文，你竟敢纵容奴仆，如此辱骂主子！骂的就是你！谭大学士若知他娶妻如此，怕是连夜将写下休书，将你赶回娘家去。无法无天了！你个瘸子，有什么资格来管教我？今日小水就是你，你奈我何？你这么有本事，那你站起来呀！你站起来打我呀！你站起来骂我呀！你倒是站起来！你真敢打我！你们恶女恶母，我今天跟你们拼了！回家吧！庄夫人，许久未见呀，别来无恙。
上元宴会不分主客，尽兴娱乐难免失仪。去拿醒神汤来，请诸位饮下。谢贵妃体恤。谭夫人，你也下去重整仪表吧。是。庄夫人，妾身在。母亲行动不便，小女代母亲向贵妃娘娘行礼。你便是庄寒燕？小女正是。庄夫人，你教女不严，我便让她跪下领罚，可有异议？妾身不敢，多谢娘娘教诲。我还以为苗贵妃要护着她呢。当年他们并称京城双姝，出身才貌皆为一等，难免让人来回比较。那时的阮希文，处处压苗贵妃一头，如今怎肯容她放肆？不知三小姐邀我前来，是想如何与我共事啊？我听说每年春节，苗贵妃都会出宫探亲，也曾露面于京城宴席之中。明日临江阁上元宴会，我希望能见她一面，你可有办法？为何？我想劝母亲和离。母亲她执念甚深，又献身于庄家，每日与仇人共处一室。我不想她过如此煎熬的日子。而且，若来日真有实证查出庄世阳就是裴党义子，你虽答应我不会累及家人，却并非万全之策。若能让母亲与庄家彻底斩断干系，我才无后顾之忧，才能全力与你共谋后事。可即便请来苗贵妃，又能如何呢？前日及笄之礼，苗贵妃曾赐下贺礼。我听母亲说，她与苗贵妃是昔日故友。我思前想后，若是能请母亲故友一劝，或许可行。看来此事，即便我无能为力，也得尽力一试了。难道是敌非友？岁月搓磨，你和以前不大一样了。娘娘却更胜从前，风姿依旧。性子还和从前一样。人人都说阮家小女贤良淑德，可是只有我知道，你性子执拗，天生叛逆。即便是嘴上服软，可是心里却从未服过任何人。娘娘谬赞，妾身不敢。不敢，一句不敢，两句不敢。可自本宫入厅之后，你却从未低头半分。二小姐给那红马喂了些古怪东西，将她赶到前院来了。想当年你的绣功亦冠绝京城女眷之中，嘴上说着只是无事消遣，殊不知暗地里下了多少苦功夫。可如今看来，针脚疏漏，粗枝大叶，终究还是荒废了。失忆失忆，娘娘如今自然不会把一块帕子放在眼里。
你还熏了香，怎么不似香料，倒有些草药的味道？你又做了些什么稀奇古怪的手脚？三小姐，如何？没能听见他们说什么，只见二小姐递给陶嬷嬷一只帕子。后驾呀！后驾！哪吒！海燕，帕子给我！拉起缰绳！海燕，海燕！俯下身子！捉海燕！海燕！捉海燕！手给我！你受伤没有？没有。不如你先起身。你背上有伤，小伤无妨。方才我并非有意。无妨。这是一只手帕，沾染了风马草汁液。方才那马是庄雨山将风马放入临江阁，又以此手帕为诱饵，企图伤害我母亲。如此年节盛会，众目睽睽，他真的是失了理智。大人，三小姐，贵妃娘娘命两位速回临江阁。
曾记他从前满身疤痕，他忘了他是谁，扮作贵人，夜幕沉沉听远声，迷雾阵阵，他已走入这战场，不容分身，几分爱几分恨，不必追问，谁是假谁是真，还需辨认，畏惧之中求温存，难免被笑天真，狼烟燃起号角吹，谁能脱困？他愿化作利刃，至今不退，杀入这古城，即便狭路相逢，血染双眸，已无怨无恨，不信胜负天定，不求归身，紧握手中人，撼动君也难摆，为他背上之这句为尊真。他愿一生为人，以爱为盾，杀入这后